哎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4号，星期三，今天按说应该是周三早训练的日子，但是你们看我在哪儿？啊，这是工体，新的工体里头。昨天回北京了，7号走，去参加8号的奇遇马拉松。今天出来晚了，昨天忙到半夜。本来今天想的是去故宫跑一圈，但是今天又有事儿，要去家属家、薛老丈人家，我只能跑着去，大概17、18公里，从三里屯跑到物资学院。今天我们的课表是5个1公里，今天也5个1公里，刚跑完俩，但是在公路上就慢跑代替休息，慢跑400米，如果是5分配速，就是2分钟。第一个3分33，第二3分31，好像。但是马路上会有各种突发问题，跑不快。现在早高峰的时候。到5.8公里开始下一个。原来在办公室在青年路的时候，每天就是这条路，5公里，早5公里，晚5公里，跑到这儿差不多快4公里。那时候就已经很累了，一切都还是那样。我觉得夏天跑到这儿的时候，早高峰的时候，全是车堵在这儿，每个车都特别热，滚烫的那种。我从那儿穿梭，还有50来米，看看能不能前面赶上那个绿灯，问题不大。现在穿的是那双要扔的 Vaporfly 3，差不多快2000公里的一双鞋。准备啊，走！运气不错。
3分16啊！那是我们办公室在那个临街的高楼里，好多年。这个跑得快了，有点累。我那时候骑车的时候，有一辆公路车是在那边买的，不是捷安特，当时好像还没有这捷安特。咱跑到7.2公里开始下一个，看看能不能赶上青年路这个大红绿灯。可能不行，现在刚放左转，一会儿还有那边的直行，慢一点。原来就在这个楼里，在5层待过，在8层待过，还在12层待过。那时候有时候不得已要换租。这大悦城刚盖好的时候，这一片还都是工地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时候那个，愤怒的小鸟好像是第1部还是第2部，在这儿刚落成的电影院，我们来看的。那时候没有这个过街天桥，新修的。我上次路过这儿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过街天桥呢。原来这一片这儿有一个小房子卖牛肉面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特早的时候。然后那个楼就现在正对着那小区那个楼，那个小区有一盲人按摩，老板可能是黑暗跑团的，在奥森跑，现在还有联系呢。哎，绿了，那咱们就开始。3分23，所以我训练营里有小伙伴在公路上跑间歇，我就老跟他们说，一定要小心。我记得那时候办各种签证要打印那个税，就在这儿右拐进去，大连坡好像是这儿。那时候弄税还得去打印那纸质的。我还有几公里就到了，就跑到那个物资学院那个路口，就到家属家了。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多跟大家分享的，赛后的状态吧。赛后的状态不好，觉得泄了一口气，所以我们这节目就重在真实，就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赛后的状态非常不好，就我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，而且已经持续了快10天，该好了，因为我一般是这样，我一般不好到顶峰的时候就好了。就这种比赛拼了的这种比赛之后，就算成绩好，特高兴也振奋不起来，就特别累，而且精神也累，因为说是稳定输出、正常对待，比赛经验多了不紧张，但是没有人在一场目标比赛之前是不紧张、不焦虑的。我相信专业运动员也是，因为会长昨天练了20个1分钟快慢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训练营的小伙伴们说，开玩笑说，今天我们的训练就超越会长了。但是你们看会长那个数据，会长因为 Strava 都是公开的，快的组2分半，慢的组3分10，
1分钟1分钟交替，20个。你想专业运动员，比方说会长要来跑大阪马拉松，我猜会长肯定是希望有好成绩的，那他肯定也有这种心情。所以你们看，练完强度课练得好了，就大声释放一下，觉得我的信心还在。我说状态不好，是因为就客观原因，就是这种大赛完之后，身体和心理的极度疲劳，再加上赛后的激素，就是人岁数越大，对激素的影响就越明显，就会那种交感神经就会兴奋，就睡不好觉。我昨天再加上忙，回来好多事儿。我昨天调试设备，然后跟家属商量一个那个商单的拍摄，到了12点多才睡。今天5点起来的，最近每天基本上就是4、5个小时，确实是有点顶不住。不是没时间睡，是睡眠质量变差。这周末的奇遇马拉松就是8号，我们7号早晨从北京飞东京，然后从东京坐电车去奇遇，然后第2天就比赛了。这奇遇马拉松就是去拉一个长距离，这样正好在2周之后，22号是我的大阪马拉松。大阪马拉松我要观察我现在身体的状态，因为今年的目标赛事应该是，我估计应该是北马和上马。因为我昨天朋友分享了一个东西，说今年的北马好像是唯一的一场锦标赛。我想到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找个俱乐部注册一下，我也弄一个能有那种私补的，就不叫私补，就是私补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这机会，我突然想到的。所以今年的上半年的大阪当成练兵了。因为我感觉还有20来天，就不到20天了，不一定能调整得好。然后大阪之后还有，对，我今年还有那个100公里我报名了，就是那佐吕间湖，我不是今年要佐吕间湖100公里要破10，然后马拉松破3和登上富士山顶这3个成就嘛。马拉松破3是没问题的，富士山顶那个是最有挑战的。100公里我现在已经9个小时了，我今年的目标是要跑一好成绩，也许是目标是破8。富士山顶那个不是登不上去，是关门时间太短了，4个半小时。从富士急那个一所就那次出发呢，先跑好几公里才到山脚下，一口气冲到顶儿。大家去玩过的是不是都有体会？这样一趟4个半小时还是很极限的。好多人坐那个旅游大巴到五合目，就半山腰往上走，就是一边就往上就行走攀登，都做不到日归，就当天去当天回。那个是有挑战的。等会跟大家分享赛后这些状态，然后我们一起调整。但是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今年还是明天了。我快到，还有几公里就到了，咱们到了再聊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到了，一共18公里，中间穿插了5个1公里，间隔400来米吧。麦当劳吃个早饭，我不知道刚才拍没拍着你。哎呀，累了，没有计划今天跑这5个1公里，而且北京比想象的热，出好多汗。哎，还那样，这路边也什么都没变。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，赛后的状态啊，咖啡，猪柳蛋。行，吃个饭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